重生回到家族，宗祠大火将我吞噬时，裴爵并没有像前世那样顶着火海劈开燃烧的梁柱冲进来救我，浓烟呛得我无法发声。半扇带火的屏风砸在我脚边，隔着扭曲的火海，我看到站在院中的裴爵留给我一个极度冷漠的眼神，随后毫不犹豫地转身，奔向了被护卫簇拥在安全地带的庶妹沈曼。火舌舔舐裙摆的那一刻，我透过破裂的窗棂，看到他一把推开周围的人，将吓得跌坐在地的沈婉死死勒进怀里。他宽阔的背影剧烈颤抖着，写满了失而复得的狂喜与后怕。那一刻我知道，裴爵也重生了。上一世也是这场大火，裴爵不顾一切冲进火场，将大面积烧伤的我背了出去。彼时他恨极了沈婉，因为是沈婉借口弄丢了玉佩，非拉着我半夜来宗祠寻找，才连累我遇险。而沈婉自己却在起火的第一时间跑了出去，毫发无伤。我烧伤了脸，毁了容，在病榻上缠绵了整整5年。那5年，裴爵力排众议娶我为正妻，沈婉因为心虚愧疚，自愿做切入府伺候我。裴爵极其厌恶他，动辄冷眼苛责，甚至在大雪天罚他在院里跪了一整夜，生生冻坏了他的双腿。我虽得裴爵悉心照料，终究因为火毒攻心，在第5年的冬夜没熬过去。此后我的魂魄一直跟在裴爵身边。我看到我出殡的那天，裴爵没有哭，他只是在空荡荡的灵堂里坐了一夜。第2天一早便推开了沈婉的房门。我看着他将冻得双腿残疾、形容枯槁的沈婉抱上床榻，看着他鲜红的眼里流下悔恨的眼泪，看着他像个疯子一样吻着沈婉断掉的指尖，哽咽着说：他终于死了，婉儿，我终于不用再为了报恩而折磨你，终于能堂堂正正的爱你。那一刻我才明白，在裴爵漫长的虐待沈婉的岁月里，他早已深深爱上了这朵柔弱无依的谢雨花。他对我只有救命之恩的道德枷锁，他对沈婉才是压抑到扭曲的真爱。一阵横梁断裂的巨响将我的思绪拉回现实，灼热的气浪几乎要烤干我的肺。我没有像前世那样傻傻的趴在原地等裴爵来救我，既然他选择了沈婉，我就得自己活下去。我扯下身上依然的披风，用力推倒供桌上的半缸长明灯油，灯油蔓延，瞬间在左侧引发了更大的爆燃，但也借着火势烧断了挡在后窗前的一排沉重木架。我用尽全身力气抓起铜香炉，砸碎了后窗的菱花格子，整个人团成一团，从2丈高的窗台滚了下去。落地时，巨大的冲击力让我肋骨一阵剧痛，手臂被碎瓦片割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鲜血瞬间涌了出来。但我没有停下，咬着牙爬进后院的枯井里，用冰冷的井水浸湿衣服，死死捂住口鼻，直到天光大亮，火势被扑灭，我才被清理火场的下人从枯井里拉了出来。我没死，而且因为自救及时，除了手臂的割伤和轻微的烟熏，我前世那张被烧得面目全非的脸完好无损。我被抬回房间的第3天，父亲沈侯爷阴沉着脸走进了我的屋子，他平退了下人，开口第一句话不是问我的伤势，而是冷冷地说：宁儿，你与靖南王世子裴纠的婚事作废了。我靠在银枕上，喝着苦涩的药汁，连眼皮都没抬。他踢的。世子昨日亲自登门，他说起火之时，婉儿为了救你险些丧命，清白受损。他身为男儿，必须对婉儿负责，他要以正妻之礼迎娶婉儿。我心里冷笑，前世沈婉毫发无伤地跑出去，这辈子裴爵为了给他抬身价，竟然编出为救我而清白受损的瞎话。父亲答应了。世子承诺，只要沈家同意换人，他会力保你大哥在兵部的官职连升2级。宁儿，你素来识大体，你虽是嫡女，但家族利益为重。世子说，只要你愿意，他可以纳你为平妻，你依旧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平妻？父亲，裴居是不是还跟您说，这场大火是我自己不小心打翻了烛台引起的，与沈婉无关？父亲猛地抬起头，眼神有些躲闪。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起火前，我闻到了西域猛火油的味道。宗祠重地，哪里来的猛火油？父亲若是仔细查过，就该知道起火点是在外间，那是有人故意锁了门，想将我烧死在里面。父亲脸色大变。你胡说什么？婉儿怎么可能有这种心思和手段？他是没有，但裴居有。父亲倒吸一口凉气，指着我的手都在抖。你疯了！世子为何要杀你？因为他想悔婚，又怕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只有我死了，他才能顺理成章地以哀悼亡妻妹妹的名义，名正言顺地照顾沈婉。我语气平静的像在说别人的事，其实我心里清楚，裴爵重生的时间点绝对不是起火那一刻，他一定比我早重生了几天。这场火从一开始就是他为了摆脱我，顺理成章迎娶沈婉而设下的局，只可惜我命大，自己逃了出来。一派胡言！父亲显然不愿意相信，或者说比起一个死里逃生的女儿，他更愿意相信能给家族带来利益的靖南王世子。既然父亲不信，那就当是我不小心吧。退婚可以，换人也可以，但我有2个条件。
你说，第一，把我母亲当年留下的10里红妆、62间商铺的地契账本全部交还给我自己打理。第二，让裴爵把半个月前我借给他的那份西北防卫图手稿还回来。你母亲的嫁妆一直是你继母在打理，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怎么管？还有那防卫图，那是你外祖父留下的军机，你竟然私自给了裴爵啊！若不给他，他凭什么在兵部立下大功？父亲，您最好立刻派人去要，否则我就去敲登闻谷，告靖南王世子窃取军机。到时候大哥的官职保不住，沈家也得跟着陪葬。父亲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骂了句孽障，摔门而去。当天下午，裴爵就来了，他依然穿着一身月白色的锦袍，容貌俊美，只是看着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高高在上的怜悯。宁儿，你的伤好些了吗？他在我床前3步远的地方停下，刻意保持着距离。拜世子所赐，死不了。我靠在床头，手里把玩着一把精巧的匕首。裴爵皱了皱眉，似乎对我这种冷硬的态度很不适应。前世的我对他从来都是温婉顺从，满眼爱意的。我知道你心里有怨，可是宁儿，前世不是在那个梦里，我欠婉儿太多了。我眼睁睁看着她受苦，看着她双腿残废，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我发过誓，如果能重来一次，我绝不会再让她受一丝一毫的委屈。他果然重生的更早，而且他以为我也只是做了个梦，或者根本不知道他重生的事。所以你就放火烧我？我抬眼看他，裴爵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镇定下来。那是个意外，我只是想把你困在里面，制造你失踪的假象，好顺利解除婚约。我没想到火势会失控。宁儿，我毕竟还是回去找你了，只是火太大的慌。找我？找我的尸骨吗？裴爵，收起你那副深情款款的恶心嘴脸。防卫图带来了吗？裴爵脸色一沉，从袖中掏出一卷羊皮纸扔在桌上。宁儿，你变了，你以前从不计较这些身外之物，你那么聪明，应该知道哪怕做我的平妻，我也不会亏待你。婉儿她单纯善良，根本斗不过你，你为何非要步步紧逼？单纯善良，前世沈婉为了顾宠，亲手将滑胎药下在我的补汤里，害我大出血，险些丧命。这种单纯善良，还是留给裴爵自己消受吧。我没有理会他，径直下床，拿起桌上的羊皮纸展开扫了一眼，确认是真迹后，直接将它丢进了旁边的炭盆里。火苗瞬间窜起，吞噬了这张价值连城的军机图。你疯了！裴爵大惊失色，想去抢已经来不及了。这图是我外祖父的心血，我宁可烧了，也不会留给你这种人做近身之接。我冷冷地看着他，这图是我外祖父的心血，我宁可烧了，也不会留给你这种人做近身之接。裴爵，从现在起，你我婚约作废，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带着你的婉儿滚出我的院子，别脏了我的地。裴爵死死盯着我，眼神从震惊逐渐变成阴鸷。他大概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曾经对他死心塌地，为了帮他铺路殚精竭虑的沈宁，竟然会决绝到这个地步。好，好得很。沈宁，你别后悔，没有我靖南王府的庇护，你一个失去清誉的侯府嫡女，这辈子都别想抬头做人。他拂袖而去，我看着炭盆里化为灰烬的防卫图，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后悔，真正该后悔的人还没尝到地狱的滋味呢。防卫图虽然烧了，但我脑子里装的东西远比一张图纸要多得多。裴爵以为拿走了沈婉，就能继续像前世那样踩着我的心血平步青云。做梦！3天后，我继母姚氏不情不愿地将我母亲的嫁妆账本送了过来。我翻开账本，只看了一眼就笑了。62间商铺，硬生生被姚氏做亏空了48间，剩下的14间全都是些不赚钱的香粉铺子和布庄。真正赚钱的粮行、药材行、铁匠铺，全被他以各种名目转移到了他娘家侄子的名下。宁儿啊，你也别怪母亲，这些年生意难做，你父亲在朝中打点，处处要用钱，这账面上的亏空，母亲也是没办法才。母亲说的是，既然生意难做，那这48间亏空的商铺，我就直接报官查封吧，顺便让金兆尹查查那些转移出去的资产到底进了谁的口袋。姚氏的脸瞬间绿了。你敢？你父亲不会同意的。父亲同不同意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让外人知道堂堂承恩侯府的当家主母不仅贪没原配嫡妻的嫁妆，还放印子钱逼死了2条人命，母亲觉得您这主母的位置还坐得稳吗？姚氏猛地后退一步，像看鬼一样看着我。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前世我卧病在床时，裴爵为了彻底掌控承恩侯府，亲手查出了姚氏放印子钱的证据，借此要挟父亲。如今
这些秘密全成了我手里的刀。给你3天时间，把属于我母亲的产业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少一个铜板，我就把证据送到大理寺。姚氏踉跄着跑了出去，我转过身，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气。复仇的第一步必须是钱，没有钱寸步难行，但有了钱还不够，我还需要权力，需要一把足够锋利，能直接刺穿裴爵咽喉的刀。这把刀很快就自己送上门了。入夜，初雪降临京城，我裹着大氅，正坐在灯下核对暗卫送来的姚氏资产明细。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极其细微的破风声，紧接着2名侯府的护院像破布袋一样被人从外面扔了进来，重重砸在门板上，没了声息。房门被一阵阴风吹开，一个修长的身影踏着风雪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玄色织金飞鱼服，腰间挂着狭长的绣春刀，面容冷峻如鬼魅，眼角一颗嫣红的泪痣在摇曳的烛光下显得格外妖冶。玄剑司都督谢无咎，大周朝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活阎王，皇帝手中最锋利的刀，专掌诏狱，监察百官。前世他是我和裴爵最大的政敌，裴爵为了扳倒他，不知费了多少心机，最后还是靠着我设计的一个连环死局，才将谢无咎逼上绝路。深夜造访，沈大小姐似乎并不惊讶。谢无咎抖落披风上的血水，径直走到我桌前，居高临下的看着我。我合上账本，抬眼迎上他极具压迫感的目光。都督大人杀气腾腾地闯进我的闺房，若我大惊小怪，岂不是扫了您的兴致？谢无咎眯起眼睛，突然俯下身，冰冷的指尖捏住我的下巴，强迫我抬起头。沈宁，你很聪明，那你就该猜到我今晚为什么来找你。为了3天前承恩侯府宗祠的那场大火。我平静地看着他，没有挣扎。谢无咎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后轻笑一声，松开了手。继续说。都督不是在查起火原因，而是在查火场里烧毁的东西。您在追查西南私盐案，线索断在了裴爵身上。您怀疑裴爵将私盐案的关键账册藏在了我沈家宗祠，所以趁着大火想来个死无对证。谢无咎的眼神瞬间变得极度危险，绣春刀出鞘半寸，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狰鸣。知道的太多，是会死人的。如果我死了，都督就永远找不到那本账册了。我毫不畏惧地看着他，谢无咎盯着我看了足足10息，突然将刀收回鞘中，拉过一把椅子坐下。账册在你手里？不在，但我知道它在哪儿。不仅是私盐账册，裴爵暗中勾结西南边将，私造兵器的窝点，我全都知道。谢无咎没有说话，只是用一种极其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你与裴爵刚刚退婚，他转身就娶了你硕妹。沈大小姐这是因爱生恨，想借本都督的刀杀人。是，我要裴爵身败名裂，我要沈家万劫不复。都督大人，这笔买卖你做不做？谢无咎忽然笑了，他笑起来极好看，却带着一股令人胆寒的疯批劲儿。沈宁，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相信一个深闺女子的满口胡言？凭这个，我从袖中掏出一枚小巧的铜鱼符，扔到他面前。看到那枚鱼符，谢无咎的瞳孔骤然收缩。那是玄剑司安插在西南的最高级别细作的信物。前世，这个细作被裴爵发现并残忍杀害，导致谢无咎在西南的布局全线崩溃。3日后，裴爵会派人去城南的十里亭街头暗杀此人。都督若是不信，大可派人去查。若我言重，我们再谈合作不迟。谢无咎收起鱼符，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沈宁，你最好祈祷你说的都是真的，否则玄剑司的诏狱里会给你留一个最好的位置。他消失在风雪中，我浑身脱力地靠在椅背上，掌心早已被冷汗浸透。与谢无咎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我别无选择。前世我能帮裴爵弄死他，这辈子我也能帮他弄死裴爵。接下来的几天，侯府里异常热闹。姚氏迫于我的要挟，咬牙切齿地将48间商铺的契书和账房钥匙全交给了我。他不敢声张，只能称病不出。而沈婉则春风得意地筹备着她的嫁妆。裴爵对她可谓是下了血本，不仅送来了堆积如山的聘礼，还特意请了宫里的嬷嬷来教她规矩。整个京城都在传靖南王世子对承恩侯府的庶女一往情深，甚至不惜背上负心汉的骂名，也要退掉嫡女的婚事。姐姐，这天下午，我在暖阁里盘账，沈婉穿着一身崭新的百蝶穿花云缎裙，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她眼角眉梢都透着掩饰不住的得意，却偏偏要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姐姐，婉儿来看看你，你的伤好些了吗？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沈婉脸色一僵，眼眶瞬间红了。姐姐，我知道你恨我，可是感情的事勉强不来。世子哥哥说他只爱我一个人，我也没办法啊。你来就是为了向我炫耀这个？如果是，
门在那边，不送。姐姐误会了，我听母亲说，姐姐接手了那几间药材行。我心里微微一动。前世这个时候，京城即将爆发一场小规模的食疫，一种名为紫苏叶的普通药材，因为能缓解症状而价格暴涨10倍。前世是我提前察觉了端倪，暗中囤积了大量紫苏叶，不仅大赚了一笔，还借机施药施粥，为裴爵博得了极大的好名声。沈婉既然也重生了，他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是又如何？妹妹只是好心提醒姐姐，最近天气反常，妹妹听说城外有不少人染了风寒，姐姐的药材行里不如多囤些黄芩和连翘，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我差点笑出声来，他果然是个蠢货。前世我是囤了紫苏叶，但紫苏叶只是药引，真正能治愈食疫的是我根据古籍自己调配的一副秘方。沈婉只知道我靠药材赚了钱，得了名声，却根本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味药。他故意跑来告诉我囤黄芩和连翘，是想试探我，还是想误导我？多谢妹妹提醒，不过我药材行里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嘴。我打算把所有的资金都压在人参和鹿茸上，毕竟达官贵人才买得起这些。沈婉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狂喜，她以为自己成功误导了我，并且确信我什么都不知道。既然姐姐不信，那妹妹就不多嘴了。世子哥哥还在等我试嫁衣，妹妹先告退了。看着他摇曳生姿的背影，我招手叫来心腹丫鬟半夏，去查查沈婉最近是不是在疯狂借钱，暗中收购市面上的黄芩和连翘。半夏领命而去，不到半日，消息传回来了。沈婉不仅动用了他自己所有的私房钱，还从裴爵那里拿了3万两白银，甚至偷偷借了印子钱，将京城及周边所有州府的黄芩和连翘扫荡一空。大小姐，二小姐囤这么多普通的风寒药做什么？她想发国难财，可惜她买了一堆废草。半夏，你带上我的印信，亲自去一趟江南，避开所有人的耳目，将江南一带的紫苏叶、苍树和防风全部买下，运回京城郊外的隐秘仓库。记住，动作要快，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沈婉和裴爵想踩着食疫上位，那我就让他们倾家荡产，血本无归。3天时间转瞬即逝。深夜，我的房门再次被推开，谢无就带着一身浓烈的血腥气走了进来。他没有穿飞鱼服，而是一身黑色劲装，右肩的衣服破了一道口子，隐隐渗出暗红的血迹。他走到桌前，将一把带血的匕首拍在桌上。你说的没错，陪酒的人确实去了十里亭，试图灭口，人我救下来了。沈宁，你赢了。都督受伤了。裴爵派去的是靖南王府的死士，且布下了天罗地网。若非我提前有所防备，今晚死在十里亭的就是我了。沈宁，你连裴爵动用死士的布阵图都能算得一清二楚，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要他命的人。我毫不退缩地迎上他的目光，谢无就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突然伸手接过了那杯茶，一饮而尽。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玄剑司的暗桩。你需要什么？我要玄剑司在京城商界的所有情报网，还有10天后京城会爆发食疫，我要你以上报朝廷的名义封锁城门，严禁任何教外商私自抬高药价。食疫？你连天灾都能预测？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裴爵和沈婉囤积了大量无用的药材，试图在食疫爆发时大发横财并收买人心。我要你配合我，不仅要戳破他们的阴谋，还要让这笔烂账彻底拖垮靖南王府的现金流。谢无就眼中闪过一抹极度危险的兴味，他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件稀世珍宝，又像在看一条剧毒的蝮蛇。沈宁，裴爵放着你这样的女人不要，去娶一个空有美貌的蠢货，她不仅瞎，还蠢得可怜。合作愉快，都督大人。10天后，食疫如期而至。起初只是城南贫民窟的几个人发热咳嗽，开医院并未重视，但短短3天内，疫情迅速蔓延到了内城，甚至有几位朝廷大员的家眷也染了病。症状初期与风寒无异，但到了后期，病人会咳血不止，最终窒息而亡。一时间，京城人心惶惶，药铺里的风寒药被抢购一空。这天清晨，裴爵带着沈婉浩浩荡荡地在城南搭起了施药棚。沈婉穿着一身素净的白衣，脸上蒙着面纱，亲自给排队的百姓分发熬好的汤药。各位乡亲，这是我靖南王府和承恩侯府2小姐共同出资熬制的黄芩连翘汤，对治疗这次的食疫有奇效。百姓们感恩戴德，纷纷跪地叩头，直呼世子和12小姐是活菩萨。沈婉看着这一幕，
眼中满是狂热与得意。他大概已经幻想到自己名满京城，被皇帝下旨嘉奖的画面了。我坐在对接茶楼的2楼雅座上，冷冷地看着这一出闹剧。他们发下去的药真的没用，不仅没用，反而会催命。黄芩连翘性寒，而这次的食疫表面是热症，实则是寒湿入体。喝了他们的药，病人体内的寒气会被彻底锁死，不出3日，必死无疑。你既然知道会死人，为何不阻止？我若现在出去说药有问题，百姓会信我这个被退婚的恶毒嫡女，还是信正在给他们免费送命的活菩萨？不让他们亲眼看到草菅人命的后果，怎么能把裴爵从神坛上彻底拉下来？够狠，我喜欢。果然3天后出事了，最先爆发的是城南的刘明巷。那些喝了黄芩连翘汤的百姓，不仅没有退热，反而在一夜之间病情急剧恶化，剧烈的咳嗽伴随着大口大口的黑血喷涌而出，不到半个时辰，人就因为喉咙肿胀窒息而死，尸体一具接一具的被抬出来，横七竖八的堆在巷口，恐慌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席卷了整个京城。第4天清晨，当裴爵和沈婉再次满面春风的来到施药棚，准备迎接百姓的感恩戴德时，等待他们的是上百名披麻戴孝、双眼赤红的死者家属。杀人偿命，还我儿子的命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猛地冲破护卫的阻拦，将一盆散发着恶臭的黑血泼在了沈婉那身纯白无瑕的云乱裙上。沈婉尖叫一声，吓得花容失色，连连后退，跌进了裴爵怀里。世子哥哥，救我！他们疯了！放肆！靖南王府好心施药救人，你们这些刁民不仅不知感恩，竟敢聚众闹事！来人，带头闹事的给我拿下！王府的府兵立刻拔出明晃晃的佩刀，如狼似虎地扑向手无寸铁的百姓。谁敢动手？一道清冷的声音穿透了嘈杂的哭喊声。我坐在一辆毫不起眼的轻尾马车上，由半夏扶着，缓缓走入人群，身后跟着10几个推着独轮车的伙计。车上满满当当全是熬制好的浓黑色汤药，散发着一股奇异的馨香。人群自动为我让开了一条路。沈宁，你来这里做什么？这里疫病横行，不是你一个深闺女子该来的地方，还不快滚回去！我若不来，世子和我的好妹妹今日怕是要用这满街的无辜人命来染红你们的喜福了。我冷笑一声，径直走到那个老妇人面前，蹲下身。老妇人怀里还抱着一个脸色青紫、气息奄奄的7岁男童。那孩子张着嘴，像一条濒死的鱼，喉咙里发出破风香般的嘶鸣。我没有废话，直接从袖中掏出一个针包，抽出一根银针，快如闪电般刺入男童咽喉下的天突穴，紧接着又在少商穴刺血。你干什么？你要杀了我孙子！老妇人惊恐地大叫。按住他！我头也不回地厉喝。半夏和2名伙计立刻上前，死死按住剧烈抽搐的男童。沈宁，你疯了！你懂什么医术？若是致死了人，你担得起吗？沈婉躲在裴爵身后，眼中闪过一丝恶毒的窃喜。他巴不得我当众致死人，好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我头上。我根本没理他。银针刺血后，我立刻端起一碗刚熬好的紫苏苍术汤，捏住男童的下巴，强行灌了下去。所有人屏住呼吸，死死盯着那个男童。10息之后，男童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腥臭浓稠的黑痰。伴随着这口黑痰吐出，他原本青紫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缓和下来，急促的呼吸也逐渐平稳。他睁开眼睛，虚弱地喊了一声。老妇人愣了一瞬，随即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活菩萨，活菩萨，你救了我孙子的命！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惊呼。裴爵的脸色瞬间铁青，沈婉更是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连连摇头。这不可能，我的药明明是按照古方的。你的古方？沈婉，你连医理都不通，就敢拿人命来搏名声？这次的食疫根本不是寻常的伤寒热症，而是极其罕见的寒湿伏肺。你给他们喝黄芩和连翘这种大寒之药，等同于将他们体内的寒毒彻底封死，逼他们窒息而亡。你看看他们，你不是在救人，你是在屠杀！哗！人群彻底炸开了锅，愤怒的百姓们再也顾不上什么王府的威严，捡起地上的石头、烂菜叶，疯狂地砸向裴爵和沈满。无父，杀人犯，偿命！让靖南王府的人偿命啊！场面瞬间失控。裴爵的府兵虽然拔了刀，但面对成百上千暴怒的百姓，根本不敢真的痛下杀手。退后！都给我退后！裴爵挥舞着刀鞘，狼狈地将沈婉护在怀里，一颗飞来的石子狠狠砸在他的额头上，瞬间砸出了一道血口子。世子哥哥，救命！姐姐她是故意陷害我的，
是他企图我能嫁给你，才在这里妖言惑众。妖言惑众！一声冷酷至极的嗤笑从长街尽头传来，整齐划一的铁甲铿锵声震碎了满街的喧闹。上百名身穿玄色飞鱼服、手持绣春刀的锦衣卫如黑色潮水般涌入长街，瞬间将施药棚团团包围。谢无就骑在一匹纯黑色的骏马上，居高临下的睥睨着狼狈不堪的裴爵。他今天穿了一身暗红色的蟒袍，衬得那张俊美如妖的脸更加苍白阴森。靖南王世子裴居哦，承恩侯府朔女沈婉，借赈灾之名，行草菅人命之实，致使京城百姓死伤过百。本都督奉圣上口谕，彻查10亿一案。来人，把这2个活菩萨请进诏狱。谢无咎，你敢！我乃堂堂靖南王世子，皇室宗亲，你区区一个鹰犬，有何自抓我？我要见皇上！啊！见皇上。就在半个时辰前，太后娘娘因为喝了你进献的预防汤药，寒毒攻心，已经昏迷不醒了。皇上雷霆震怒，下令将你这施药棚夷为平地。世子爷，你这颗脑袋现在可是全京城最值钱的东西。裴爵浑身猛地一震，如遭雷击，他死死盯着地上的圣旨，脸色惨白如纸。他千算万算，想借此时意在皇家面前露脸，甚至不惜将要送进宫里讨好太后，结果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直接捅了天大的篓子。这不是真的。沈婉彻底崩溃了，她原本以为自己重生一回，掌握了先机，就能踩着我成为救世主。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前世明明管用的药，这辈子却成了催命符。她猛地转头看向我，眼神中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和怨毒。是你换了药方，你明明知道紫苏叶才管用，你故意误导我买黄金，你这个贱人，你算计我！我站在几步之外，冷眼看着她像个疯婆子一样歇斯底里，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妹妹在说什么胡话？我接手药孩行不过短短数日，连药草都认不全，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里，信誓旦旦地说黄芩连翘能治病。我声音不大，却足够让周围的锦衣卫和百姓听得清清楚楚。怎么自己学艺不精，害死了人，还要把脏水泼到我这个足不出户的嫡姐身上？你撒谎！你分明早就知道！掌嘴！谢无就淡淡的吐出2个字。2名如狼似虎的锦衣卫立刻上前，一把揪住沈婉的头发，左右开弓就是10几个清脆的耳光。沈婉的惨叫声戛然而止，满嘴鲜血的被打倒在地，连一颗牙都被扇飞了出来。我呢？裴爵双目赤红，想要阻拦，却被4柄绣春刀同时架在了脖子上。带走！谢无就看都没看他们一眼，调转马头。在经过我身边时，他微微勒住缰绳，俯下身，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沈大小姐，这场戏唱得真漂亮。不过太后中的寒毒也是你的手笔吧？都督说笑了，太后的药是世子亲自熬制的，与我何干？我只是恰好知道太后常年礼佛，体质偏寒，最忌讳喝性寒的汤药罢了。谢无就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底翻涌着危险的暗芒。他没再多说什么，策马而去。裴爵和沈婉被押走后，我立刻让半夏和伙计们将带来的紫苏苍术汤分发给染病的百姓。这一日，承恩侯府嫡长女沈明的名号响彻了整个京城，不再是那个被退婚的弃妇，而是真正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的神医菩萨。而此时的承恩侯府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父亲沈侯也在得知沈婉被抓进诏狱，甚至牵连了太后之后，吓得直接瘫软在太师椅上。姚氏更是哭天抢地：老爷，你快想想办法！婉儿可是未来的靖南王世子妃，她怎么能进诏狱那种吃人的地方？你快拿名帖去求求谢都督啊！求个屁！那个孽女自己找死，还要拉着整个侯府陪葬。谢无咎是什么人？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活阎王！我现在去求他，是嫌我们沈家死得不够快吗？就在这时，管家连滚带爬地冲进大厅，脸色惨白：老爷夫人，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雍正的！要什么账？是二小姐借的印子钱。二小姐为了囤积黄芩和连翘，不仅拿了王府的聘礼，还在聚宝坊借了10万两的高利贷。如今药材成了毒药，一文不值。聚宝坊的东家听说二小姐下了大狱，带着几10个打手堵在侯府大门口，说如果不还钱，就要拿侯府的田契抵债。姚氏两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10万两！她一个深闺硕女，哪来的胆子借10万两银子钱？去，把沈宁给我叫过来！
他手里不是有他母亲的嫁妆吗？让他拿出来填这个窟窿。我站在厅外，听着里面的咆哮，冷笑一声，掀开门帘走了进去。父亲找我。宁儿，你来的正好，你手里现在有多少现银？快，全拿出来！侯府大门被讨债的堵了，若是传出去，你大哥的仕途就全毁了。我毫不留情地甩开他的手，退后2步，目光冰冷地看着他。父亲是不是忘了，3天前您刚同意了裴爵的退婚，并且默许他娶沈婉。如今沈婉闯下滔天大祸，欠下巨额债务，您凭什么让我这个被你们抛弃的嫡女，拿我生母的嫁妆去替一个庶女擦屁股？你也是沈家的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你不懂吗？我不懂，我只知道沈婉借钱的时候打的是靖南王世子妃的旗号，冤有头债有主，聚宝方要钱，让他们去靖南王府要。至于沈家，如果父亲觉得丢脸，大可以现在就写下一纸断绝书，将沈婉逐出家门，这样他的死活，他的债务自然就与侯府无关了。父亲愣住了，他看着我，仿佛第一次认识我这个女儿。逐出家门？那靖南王府那边啊？靖南王府现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太后若是有个3长2短，裴爵的世子之位都未必保得住。父亲，弃车保帅才是聪明人的做法。您若是一心护着那个惹祸精，玄剑司的刀很快就会架在您和大哥的脖子上。父亲的脸色阴晴不定，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最终在家族利益和个人前途的权衡下，他咬了咬牙，重重地闭上眼睛。拿笔墨来！我沈家没有这种大逆不道的女儿。一纸断绝书彻底斩断了沈婉与承恩侯府的最后一点联系。当这份断绝书被贴在侯府大门口，并且聚宝坊的讨债人被引向靖南王府时，我站在阁楼上看着这一幕，心中没有丝毫波澜。前世沈婉也是这样，躲在裴爵身后，看着我被流言蜚语逼得生不如死，看着我像个废人一样躺在床上苟延残喘。如今不过是风水轮流转罢了，但这一切还远远不够。深夜，显见司赵玉谢无就派人给我传了信，说裴爵在狱中发了疯，吵着要见我，如果不让他见我，他就咬舌自尽。我换了一身黑色斗篷，跟着谢无咎的心腹，穿过阴森潮湿的甬道，来到了赵狱的最深处。牢房里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和霉味。裴爵被锁在刑架上，原本一尘不染的月白锦袍已经变成了碎布条，上面布满了鞭痕。他头发凌乱，脸色惨白，再也没有了昔日高高在上的狮子风度。听到脚步声，他猛地抬起头，看到我的那一刻，他的瞳孔剧烈收缩，干裂的嘴唇翕动着，发出沙哑的声音：“是你啊，是你，对不对？”世子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别装了，这场火、防卫图还有这次的药材，全都是你算计好的。你根本不是做梦，你和我一样，你也重生了。他终于反应过来了，可惜太晚了。我挥了挥手，示意狱卒退下。昏暗的牢房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我缓缓摘下冬帽，走到铁栅栏前，隔着不到半尺的距离，直视着他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是啊，我重生了。裴爵，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裴爵的呼吸猛地一滞，死死盯着我，眼神中充满了极度的震惊、悔恨以及一丝难以察觉的恐惧。为什么？前世你明明那么爱我，你为了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爱，裴爵，你管那种被你利用、被你欺骗，最后像块抹布一样被你丢弃的感情叫爱？你前世娶我，不过是因为我毁了容。你为了堵住悠悠众口，为了博取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名声，你让我缠绵病榻5年，却暗中和沈婉苟且。你以为我死了以后，你在我灵堂前说的那些话，我听不到吗？裴爵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刑架上，脸色灰败到了极点。你都听到了。终于不用为了报恩而折磨你，终于能堂堂正正的爱婉儿。裴爵，你既然那么爱他，这辈子我成全你们，让你们锁死在一起，你有什么不满意？不是这样的，宁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重生以后才发现，沈婉根本就是个蠢货，他除了哭和惹祸，什么都不会。你救救我，只要你肯救我出去，我立刻休了他，我娶一做正妻。我发誓，我这辈子只对你一个人好。看着他这副摇尾乞怜的丑态，我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男人啊，永远都是这么现实。当沈婉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满足他施舍弱者的快感时，那就是真爱。当沈婉成了他的拖累，让他身败名裂时，所谓的真爱连个屁都不如。裴爵，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我来见你，不是来听你忏悔的，我只是来告诉你一件事：你勾结西南守将，私吞军饷倒卖兵器的那本账册，我已经交给了谢无咎。裴爵的眼睛猛地瞪大，眼球几乎要突出眼眶，喉咙里发出咯咯的绝望声响。你怎么可以闹着？你猜，太后中毒，最多判你个失察之罪，削去世子之位，但谋逆叛国可是要诛九族的。裴爵，好好享受你在诏狱的最后几天吧。黄泉路上，记得拉着你的婉儿一起走，别让她太孤单。我转身向外走去，身后传来裴爵歇斯底里的怒吼和疯狂扯动铁链的声音。沈宁，你这个毒妇，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沈宁啊！声音渐渐被厚重的铁门隔绝。走出诏狱，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冷冽的寒风吹在脸上，我却觉得前所未有的清醒和痛快。心里痛快。一道低沉慵懒的声音从暗处传来，谢无就撑着一把黑色的油纸伞，斜倚在诏狱外的一棵枯树下，飞鱼服的衣摆在风雪中翻飞，那颗嫣红的泪痣在血液中透着一股妖异的俊美。我停下脚步，看着他。都督大人怎么还没休息？本都督在等我的暗桩给我一个解释。你给我的那本西南账册笔记很新，墨迹甚至还有些晕染。沈大小姐，你不仅未卜先知，还会临摹靖南王的笔记，伪作罪证。我心里微微一紧，谢无咎果然敏锐的可怕。前世裴爵确实倒卖了兵器，但真正的账册早就被他毁了。我给谢无咎的那本，是我凭借前世的记忆，模仿裴爵的笔记连夜默写出来的。虽然内容一字不差，但终究逃不过谢无咎这种刑狱高手的眼睛。证据是真是假，有那么重要吗？重要的是，账册里的内容句句属实。只要都督按照上面的线索去西南查抄，必然能人赃并获。只要坐实了谋逆的罪名，这本账册是旧是新，谁会在乎？谢无就定定地看着我，突然低低地笑了起来，笑声在空旷的血液里回荡，带着一种令人头皮发麻的愉悦。沈宁啊沈宁，你真是个天生的阴谋家。为了弄死裴爵，你连伪造罪证这种掉脑袋的事都敢做，你就不怕本都督转头就把你卖了？你不会。哦，为何？因为你比我更想让靖南王府死。都督大人出身寒微，能坐上玄剑司一把手的位置，靠的是踩着无数世家大族的尸骨。靖南王府是皇室宗亲中的硬骨头，拔了这颗钉子，你在圣上面前的地位就再也无人能撼动。你我是各取所需。谢无咎的笑容慢慢收敛，眼神变得深邃难测。各取所需。他咀嚼着这4个字，突然伸手，用微凉的指腹轻轻拭去我睫毛上的一片雪花。这个动作极其暧昧，却又带着极强的侵略性。沈宁，你最好祈祷，你永远都有被我需要的价值。否则如何？否则，这么聪明又狠毒的女人，留着是个祸害。本都督只能亲手掐死你了。我毫不退缩地看着他，那都督可要看好我了，别让我有机会先咬断你的喉咙。谢无咎微微一怔，随后再次大笑出声。他收回手，将那把黑色的油纸伞塞进我手里。回去吧，沈大小姐，接下来的戏该本都督登场了。接下来的半个月，京城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谢无就凭借着那本账册作为突破口，以雷霆万钧之势突袭了西南大营，不仅查获了大量私造的兵器，还揪出了10几个与靖南王府暗中勾结的武将，铁证如山。皇帝震怒，靖南王被削去王爵，打入死牢，秋后问斩。王府上下300余口全部流放宁古塔，永不录用。曾经煊赫一时的靖南王府轰然倒塌。而沈婉因为已经被承恩侯府逐出家门，且是以世子未婚妻的身份参与了施药案，自然也被划入了靖南王府的流放名单。流放的那天，京城飘着细碎的雪花，我坐在沿街茶楼的2楼，透过半开的窗棂，看着囚车缓缓驶过长街。裴爵披头散发，带着沉重的枷锁，双眼空洞地望着前方，再也没有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傲气。他的腿在狱中被打断了，只能像条死狗一样瘫在囚车里，而跟在他后面的那辆囚车里关着的正是沈婉。他原本娇嫩的脸庞布满了冻疮和污垢，身上只穿着单薄的囚服，冻得瑟瑟发抖。因为之前在狱中被用过刑，他的双手已经扭曲变形，连抓着囚篮的力气都没有。世子哥哥，我走不动了，你救救我！他一边哭一边凄厉地哀嚎着，试图向前面的裴爵求救，可是裴爵连头都没回。他甚至在听到沈婉的声音时，烦躁地闭上了眼睛，仿佛那是什么恶鬼的催命符。活怪，
两个蠢材！街边的百姓愤怒地将烂菜叶和臭鸡蛋砸向囚车，一个臭鸡蛋精准地砸在沈婉的额头上，蛋液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恶心至极。沈婉崩溃地尖叫起来，在人群中疯狂地搜寻着什么。突然，她的目光锁定了茶楼2楼的我。我穿着一身华贵的胡白裘，手里捧着暖炉，居高临下，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沈婉的眼睛瞬间瞪得老大，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怪物。她猛地扑向囚篮，不顾一切地冲我嘶吼：“是你，都是你害我！你不得好死，你不得好死！”老实点儿，再喊割了你的舌头！沈婉痛呼一声，重重地摔在囚车底部，像一条濒死的蛆虫一样蠕动着，只能用充满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我，直到囚车消失在长街的尽头。我平静地关上窗户，转过身，谢无就不知何时坐在了雅座的另一边，正慢条斯理地煮着茶，茶香袅袅，掩盖了窗外传来的血腥与喧嚣。大仇得报，沈大小姐似乎并不怎么高兴。她递给我一杯热茶，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接过茶盏，暖了暖冰冷的指尖。除掉2只恶心的虫子罢了，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更何况，都督大人今日约我来，应该不是为了陪我看囚车的吧？谢无就端起茶盏的手微微一顿，眼底闪过一丝赞赏。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他放下茶盏，脸上的慵懒瞬间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肃杀。靖南王府虽然倒了，但是在查抄王府密室时，本都督发现了一封没有烧完的密信。他从袖中取出一张残破的信纸，推到我面前。信纸的边缘被烧得焦黑，只剩下寥寥几个字，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上面的字迹，瞳孔猛地一缩。这笔记，没错，是当朝首辅，也就是你那位位高权重的舅舅林相的笔记。密信的内容虽然残缺，但隐约提到了江南盐税和东宫4个字。沈宁，你之前给我的那本西南账册只抛出了兵器案，却故意隐瞒了私盐案的真正幕后主使，对吧？我捏着信纸的手指微微收紧，心跳如鼓。前世裴爵之所以能一路高升，除了踩着我的心血，更重要的是他暗中投靠了太子，并且与我舅舅林相结成了利益同盟。他们利用江南私盐谋取暴利，充实太子的私库。我本以为只要扳倒了裴爵，就能斩断这条利益链，但我低估了谢无咎的敏锐，他竟然从王府的废墟里挖出了太子和林相的尾巴。都督大人怀疑我包庇舅舅，难道不是吗？你虽然恨极了沈家和裴爵，但林相可是你母亲的亲哥哥，是你在这世上最大的靠山。沈宁，你利用本都督除掉了裴爵，现在想拍拍屁股抽身而退，哪有那么容易？那都督想怎样？我放下信纸，声音彻底冷了下来。谢无就突然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双手撑在桌沿上，将我整个人笼罩在他的阴影里。我要你做我放在林相身边的眼睛，我要你找出他们贪墨江南盐税的确凿证据，扳倒太子就是本都督下一步的棋。我心头大震，谢无就疯了吗？他一个锦衣卫头子，竟然妄图扳倒当朝太子，他背后站着的到底是哪位皇子？还是说他自己的野心已经大到连皇权都不放在眼里了？让我做你的眼睛。我看着谢无咎那张近在咫尺、充满压迫感的脸，突然没忍住，低低地笑出了声，笑声越来越大，在这寂静的雅座里显得格外突兀，甚至带着几分神经质的疯狂。谢无咎微微皱眉，眼神沉了下来。你笑什么？觉得本都督在开玩笑？不，我笑都督大人聪明一世，却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你凭什么觉得林相是我的靠山？他是你生母的嫡亲兄长。当年你母亲早逝，若非林相在朝中施压，你父亲早就把姚氏扶正，你这个嫡女也活不到今天。是啊，全京城的人都这么以为，连前世的我也曾深信不疑。我端起那杯已经有些微凉的茶，一饮而尽，苦涩的茶水顺着喉咙滑下，仿佛又带回了前世那段生不如死的记忆。前世我被大火毁容，缠绵病榻。当我知道裴爵和沈婉苟且，当我知道裴爵为了迎娶沈婉而暗中架空我时，我拼尽全力写下血书，托心腹拼死送到了林相府上，祈求舅舅为我做主。可我等来的是什么？是一杯林相亲自派人送来的安神汤，以及一句冷冰冰的口信。宁儿，裴世子如今已是太子殿下最倚重的左膀右臂，为了林家和太子的千秋大业，你这副残躯就不要再出去丢人现眼了，安心去吧，舅舅会善待你大哥的。那一刻我才明白，在权力和利益面前，血脉亲情连狗屁都不如。林相不仅没有帮我，
反而为了向太子表忠心，为了巩固他与裴爵的政治同盟，亲手按住了我最后的一丝生机。那场烧毁我半条命的宗祠大火，裴爵固然是主谋，但我那好舅舅林相又敢说自己一点都不知情，没有在背后推波助澜吗？都督大人，你查抄了靖南王府，难道没查过我母亲留给我的那62间商铺吗？我查过，其中48间被姚氏做成了亏空。你3天前刚把账本和地契要回来。那你有没有想过，姚氏一个内侄妇人，哪来那么大的胃口和手段，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亏空掉48间旺铺的流水？那些钱到底去了哪里？谢无咎的瞳孔猛地一缩，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我只点了一句，他瞬间就明白了。你是说，江南盐税的黑钱是通过你母亲的这48间商厨洗白后流入东宫的？没错，林相利用姚氏的贪婪，把这48间铺子变成了东宫洗钱的空壳。姚氏以为自己贪到了钱，其实他不过是林相养在承恩侯府的一条狗，替他们挡灾的替死鬼罢了。我直起身，死死盯着谢无咎的眼睛。所以，都督大人，你不用拿林相来威胁我，因为我不仅不会包庇他，我还要亲手把他，连同他背后的太子，一起送进18层地狱。谢无咎看着我，眼底的防备和试探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遇到同类般的极其危险的狂热。沈宁啊沈宁，你真是个疯子！他突然伸手一把扣住我的后脑勺，将我拉向他，两人的鼻尖几乎相触，我能清晰地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血腥味和冷冽的松柏香。既然你也是个疯子，那我们就来玩一局大的。3天后是林相的60大寿，太子会亲自登门贺寿。我收到密报，江南盐税的最后一笔账目会在寿宴当晚进行交割，我要你拿到那份真正的账册。好，但我有一个条件。说。事成之后，我要姚氏和林相的命。至于太子和这天下归谁，我不管。谢无咎松开我，深邃的目光在我脸上巡视了片刻，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笑意。一言为定。不过灵府守卫森严，暗卫密布，你一个深闺女子，打算怎么拿到账册？这就不用都督操心了。这3天，麻烦都督把姚氏给我盯死，千万别让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林相灭了口。谢无咎微微挑眉，没有多问，只是端起茶盏冲我摇摇一敬。回到承恩侯府，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刚踏进院子，半夏就迎了上来，压低声音道：大小姐，老爷在正厅发了好大一通脾气，姚氏被他扇了2巴掌，现在正跪在祠堂里哭呢。因为沈婉流放的事。我解下大氅递给半夏，不全是，老爷似乎是查账了，发现府里的宫中账面上根本没剩多少银子，气得质问姚氏。姚氏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就被老爷罚了。我冷笑一声，父亲这个蠢货，现在才发现家里是个空壳。我没有回房，而是转身直接去了祠堂。祠堂里没有点地龙，阴冷刺骨。姚氏跪在蒲团上，头发散乱，脸上还带着清晰的巴掌印，哪里还有半点当家主母的威风。听到脚步声，他猛地回头，看到是我，眼神瞬间变得怨毒无比。你来干什么？来看我的笑话吗？沈宁，你别得意，就算婉儿被流放了，就算你把铺子要回去了，你以为你就能安稳度日了？你得罪了靖南王府，迟早会遭报应的。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像在看一堆垃圾。姚氏死到临头了，你还在替别人操心？你以为父亲打你只是因为宫中没钱了？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林相马上就要杀你灭口了。你真以为你帮林相利用那48间商铺洗白江南盐税的事，能瞒天过海一辈子？姚氏浑身剧烈一颤，像见了鬼一样瘫坐在地上，指着我的手疯狂颤抖。你胡说八道，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听不懂？那城南的汇通钱庄，城东的泰丰粮行，还有每逢初1、15从通州码头趁夜运进京城的那些铁矿石，你也不懂。我每说一个字，姚氏的脸就惨白一分。说到最后，他已经面如死灰，牙齿打颤，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些极其隐秘的洗钱渠道，我竟然会知道的一清二楚。因为前世，裴爵为了彻底掌控太子的钱袋子，曾经让我帮他核对过这些烂账，我过目不忘。那些人名、地名、路线，早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你想怎么样？宁儿，我错了，我不该贪图你母亲的嫁妆，我不该帮着林香干这种掉脑袋的事。你救救我！你父亲若是知道了，会休了我的。父亲知不知道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玄剑司的谢无咎已经盯上了江南延税案，靖南王府倒台，下一个就是林相。你觉得林相为了保全自己和太子，会留着你这个经手人活命吗？姚氏猛地倒抽一口凉气，捂住嘴，眼底满是极度的恐惧。相爷说过会保我的，他说只要我把账做平。愚蠢至极，死人的账才是最平的。我敢打赌，今晚子时之前，林府的杀手就会潜入承恩侯府，让你无声无息地暴毙在祠堂里。姚氏彻底瘫软在地，绝望的嚎啕大哭起来。他知道我没撒谎，以林相的心狠手辣，绝对干得出这种事。宁儿，你既然来找我，就一定有办法救我，对不对？只要你救我一命，你要我干什么我都答应你。我看着他磕得头破血流，眼底没有一丝怜悯。我要林相用来记录洗钱明细的底账，别告诉我你没有。你这么贪财怕死的人，替别人干这种诛九族的勾当，绝对会给自己留一张保命符。我给你10息的时间考虑。10、9。在林府，底账不在我这里。林相根本不信任我，他每次交割完都会把真正的底账锁进林府书房的密室里。我只有一把开启密室外门的铜钥匙，那是相爷当年为了让我方便去核对账目才给我的。钥匙在哪？姚氏哆嗦着从贴身的肚兜里摸出一枚造型奇特的黄铜钥匙，递给我。密室在相爷书房的博古架后面，转动那个青花瓷瓶就能看到锁眼。灵儿，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快带我走，我不想死。我接过钥匙，仔细端详了一下，确认是真的。放心，你今晚死不了。谢无咎的人已经在祠堂外布下了天罗地网，林相派来的杀手，来一个死一个。你就在这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日子吧。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祠堂。姚氏在背后发出绝望的惨叫，但我充耳不闻。就他做梦，我只是拿他当诱饵，引出林相的杀手，顺便拿到钥匙罢了。等江南延税案一破，他这个洗钱的帮凶一样要被千刀万剐。3天后，林相60大寿，相府门前车水马龙，权贵云集，太子殿下亲临贺寿，更是让这场寿宴的排场达到了顶峰。我作为林相的亲外甥女，自然也在受邀之列。我穿了一身极不惹眼的素色锦缎袄裙，只带了半夏一个丫鬟。父亲因为审晚的事觉得丢脸，称病没来。大哥在兵部当值，也没赶回来，这正合我意，省得他们碍手碍脚。寿宴设在相府的前院，司主管弦之声不绝于耳，推杯换盏间尽是虚伪的阿谀奉承。我坐在女眷席的角落里，冷眼看着被众人众星捧月般围在中间的林相。他虽已年过花甲，但精神矍铄，一双倒三角眼里透着精明与狠辣。太子坐在他身旁，两人偶尔低声交谈，笑得意味深长。表妹，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一道略带轻佻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抬起头，看到林相的嫡长子，我的大表哥林子轩，正端着酒杯，色眯眯地盯着我。前世，这个草包表哥就对我垂涎3尺，在我毁容后，他甚至还跑到我的病榻前，用极其下流的言语羞辱我。大表哥有事？表妹如今可是京城的大红人啊，不仅退了靖南王府的婚，还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听说表妹现在手里握着几10间旺铺，富得流油。既然陪酒那小子不识抬举，不如表妹考虑考虑表哥我，表哥保证让你欲仙欲死。他说着，竟然伸手想要摸我的脸。我眼神一寒，正要拔出袖中的银针废了他的爪子，突然一只修长苍白的手斜刺里伸出，死死扣住了林子轩的手腕。林子轩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整个人痛得跪倒在地，手腕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显然是断了。周围的宾客瞬间安静下来，惊恐地看向这边。谢无就穿着一身暗红色的便服，神色慵懒地站在我身旁。他甚至连看都没看跪在地上的林子轩一眼，只是从袖中掏出一块雪白的锦帕，慢条斯理地擦了擦刚才碰过林子轩的手，仿佛碰到了什么极度肮脏的垃圾。林大公子喝醉了，连站都站不稳，竟然自己摔断了手。来人，还不快扶林公子下去休息！相府的护卫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那可是谢无咎，谁敢触他的眉头？林相和太子听到动静，也沉着脸走了过来。谢都督，你这是何意？今日是老夫的寿宴，你竟敢在相府公然行凶！林相言重了，
本都督好心扶了林公子一把，怎么能叫行凶呢？太子殿下，您说是不是？太子脸色阴沉，死死盯着谢无咎。他虽然贵为储君，但对这个手握重兵、深得圣宠的锦衣卫头子也忌惮3分。谢无咎，今日是临相大寿，孤不与你计较。但你若是敢无事生非，孤必定在父皇面前参你一本。殿下教训的是，臣受教了。谢无咎毫无诚意地拱了拱手，目光却若有若无地扫过我，眼底闪过一丝只有我能看懂的暗芒。这是我们之前约定好的暗号。谢无咎故意在前院制造混乱，吸引林相、太子和所有护卫的注意力，而我则趁机潜入后院书房去拿那本底账。舅舅，太子殿下，宁儿身体不适，想去后院更衣，先失陪了。林相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儿子和谢无咎身上，哪里还顾得上我？烦躁地挥了挥手，我带着半夏低着头匆匆离开了前院。一进入通往后院的回廊，我立刻停下脚步。半夏，你在这里守着，如果有人过来，立刻弄出动静。大小姐，您千万小心。半夏紧张地点了点头。我深吸一口气，避开巡逻的护卫，像一只轻巧的夜猫，悄无声息地摸到了林相的书房外。书房门口站着2名持刀的暗卫。我从袖中摸出一个小巧的瓷瓶，拔掉塞子。这是我利用前世的医理知识，用曼陀罗花和几种西域迷药提炼出来的醉仙香，无色无味，见效极快。我借着风向，将药粉轻轻吹向2名暗卫。不到3息的时间，2名暗卫身体一晃，软绵绵地倒了下去。我迅速推开书房的门，闪身进去，反手将门锁死。书房内没有点灯，只有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我凭着姚氏的描述，快步走到书桌后的博古架前，找到了那个绘着百子千孙图的青花瓷瓶。我握住瓷瓶，用力向左一转，咔嗒一声轻响，博古架缓缓向2边裂开，露出了一扇厚重的金刚暗门。我掏出姚氏给的那把黄铜钥匙，插入锁眼，用力一拧，暗门应声而开，一股淡淡的霉味和墨香扑面而来。我点燃火折子，走了进去。密室不大，四周摆满了红木箱子，正中间的案几上放着一个紫檀木的匣子。直觉告诉我，底账就在那个匣子里。我快步走过去，匣子没有上锁。我掀开盖子，里面果然静静地躺着3本厚厚的账册。我随手翻开一本，借着火折子的光芒快速扫了几眼。没错，这就是江南盐税的真实流水，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每一笔银子是如何通过承恩侯府的商铺洗白，最终流入东宫司库的，其中甚至还牵涉到了几位手握重兵的边疆大吏。这份账册一旦曝光，太子必死无疑。我心头狂跳，迅速将3本账册塞进怀里。就在这时，密室外突然传来一阵极其细微的脚步声，不是巡逻护卫那种沉重的皮靴声，而是那家高手刻意压低呼吸的轻功脚步。我浑身汗毛倒竖，瞬间熄灭了火折子，拔出藏在靴子里的匕首，死死贴在密室门后的阴影里。砰！书房的门被一股巨力猛地踹开，连门轴都断裂了。一个穿着黑衣、戴着厉鬼面具的人影如同鬼魅般冲了进来。他显然对书房的构造极其熟悉，径直冲向了已经打开的博古架密室。他不是林相的人，林相的人不可能踹自己家主子的门，他是冲着账册来的。黑衣人冲进密室的一瞬间，我毫不犹豫地出手，匕首带着破风之声直刺他的咽喉。黑衣人反应极快，猛地一侧身，匕首擦着他的脖梗划过，带起一串血珠。他反手一掌拍在我的肩膀上，力道大得惊人。我闷哼一声，整个人被震得连退数步，后背重重地撞在身后的红木箱子上。把账册交出来，留你全尸。黑衣人声音嘶哑，显然是刻意改变了声线。他手中多了一把闪着寒光的软剑，像毒蛇吐信般指向我。想要账册，自己来拿。我咬紧牙关，强忍着肩膀的剧痛，猛地踢翻身旁的案几，朝着黑衣人砸了过去。黑衣人冷哼一声，软剑一抖，直接将石墨案几劈成2半。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我借着案几碎裂的掩护，猛地扬手，将剩下的大半瓶醉仙香全数洒向他的面门。黑衣人显然没料到我还会用毒，猝不及防之下吸入了一口药粉。他身体猛地一晃，软剑的攻势瞬间置换。贱人！黑衣人勃然大怒，强行提着一口真气，软剑化作一道银光，直逼我的心口。这一剑速度太快，我根本躲不开。难道我重活一世，大仇未报，就要死在这里？就在剑尖即将刺穿我胸膛的瞬间，一道暗红色的身影如同闪电般从书房外掠入密室，绣春刀出鞘，精准无比地格挡住了那致命的软剑。火花四溅中，强大的内力碰撞爆发出一股气浪，将密室里的灰尘激荡得漫天飞舞。谢无咎，躲我身后去！谢无咎头也不回地冷喝一声，他此刻的眼神冷酷到了极点，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凶兽。黑衣人看到谢无咎，眼神中闪过一丝忌惮，但他并没有退缩，反而招式变得更加凌厉狠辣，每一剑都直奔谢无咎的要害。两人在狭小的密室里展开了殊死搏斗，刀剑相交的声音不绝于耳，四周的红木箱子被劈得粉碎。我靠在墙角，死死捂住怀里的账册，
大脑飞速运转。这个黑衣人武功极高，甚至能和谢无咎打得平分秋色。放眼整个京城，能有如此身手，且会在这个时候来抢账册的人，你是太子身边的暗卫统领鬼影！我猛地冲着黑衣人大喊：前世裴爵曾经跟我提过，太子身边养着一个极其可怕的暗卫，代号鬼影，专门替太子处理见不得光的脏活。听到鬼影二字，黑衣人的身形明显顿了一下。谢无咎是何等敏锐的人，怎么会放过这个破绽？去死吧！谢无咎眼中杀机爆射，绣春刀化作一道血色的长虹，以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直接挑断了黑衣人的手筋，紧接着一脚踹在他的心窝上。黑衣人狂喷出一口鲜血，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墙上，没了声息。谢无咎收刀入鞘，胸口微微起伏，他转过身，快步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肩膀。伤到哪儿了？账册拿到了吗？他的语气中带着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紧张。我没事，账册拿到了。不过太子显然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否则不会派鬼影来抢抵账。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林子轩的手断了，林相正逼着太子给我治罪，我趁乱脱身过来的。此地不宜久留，太子既然派了鬼影，相府外肯定已经被东宫的死士包围了，我们必须马上冲出去。冲出去？就凭我们2个人？都督大人，你带了多少人？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只带了2个心腹。谢无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怕了？怕就不会跟你合作了。怎么走？谢无咎突然笑了，那种疯批又狂傲的笑容再次出现在他脸上。杀出去！杀出去！外面全是东宫的死士，你就算有3头6臂，也护不住我怀里这3本账册。硬拼是下策。谢无咎微微挑眉，眼底的杀意未退，却多了一丝饶有兴致的探究。沈大小姐有何高见？既然是舅舅的60大寿，怎么能没有贺礼？我转过身，目光落在密室角落里堆放的几个木桶上。刚才打斗时我闻到了，那是用来保养字画和木器的高级桐油。我快步走过去，用匕首撬开木桶，将刺鼻的桐油尽数倾倒在那些装满机密信件和古董字画的红木箱子上，一路倒向书房的门口。都督大人，借个火。谢无就瞬间明白了我意图，眼底闪过一抹极其疯狂的笑意。他没有废话，掏出火折子，轻轻一吹，直接扔进了满地的桐油里。轰！幽蓝色的火苗瞬间窜起，以极其恐怖的速度吞噬了整个密室和书房。滚滚浓烟夹杂着纸张烧焦的刺鼻气味，迅速向外蔓延。走！谢无就一把拦住我的腰，足尖在未起火的窗台上一点，带着我如同一只黑色的夜宵，直接撞碎了书房后侧的雕花木窗，跃入了后花园的假山群中。我们刚落地，前院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惊呼声和敲锣打鼓的示警声。走水了！相爷的书房走水了！快救火，保护太子弟呀！整个相府瞬间乱成了一锅粥。原本埋伏在书房外准备瓮中捉鳖的东宫死士，被突如其来的大火和浓烟逼得连连后退，阵型大乱。我和谢无就借着假山和夜色的掩护，快速向相府的后门移动。就在我们即将摸到后门围墙时，四周的火把突然齐刷刷的亮起，将整个后花园照得亮如白昼。上百名手持强弩、面覆黑金的死士，如同幽灵般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将我们团团包围。每一支闪着幽蓝色毒芒的弩箭都死死锁定了我们的要害。人群裂开一条通道，林相在几名贴身护卫的簇拥下走了出来。他原本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此刻有些凌乱，那双倒三角眼里布满了红血丝，死死盯着我和谢无咎，目光仿佛要将我们千刀万剐。太子跟在林相身侧，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谢无咎，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姑念你是父皇的纯臣，一再隐忍，你却敢勾结沈家这个弃女，火烧当朝首府的书房，盗取机密。今日姑就算在此将你乱箭穿心，父皇也绝不会怪罪。林相看着书房方向冲天的火光，气得浑身发抖，猛地指着我：沈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老夫当年就该在你母亲死的时候一碗药毒死女。你拿了什么东西？交出来，老夫留你个全尸！面对这令人窒息的绝境，我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忍不住笑出了声。舅舅，您这话说的可真好笑。您当年留我一命，难道不是为了借我的名头，名正言顺地霸占我母亲的嫁妆，好替太子殿下洗白江南盐税的黑钱吗？此言一出，林相和太子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竟然敢当着上百名死士的面，直接把这件诛九族的惊天秘密戳破。放箭！杀了他们！立刻放箭！太子彻底慌了，声嘶力竭的怒吼：谁敢动！谢无就猛地拔出绣春刀，刀锋直指太子。与此同时，我从怀里掏出那3本账册，高高举起，另一只手拿着刚点燃的火折子，直接悬在账册上方不到1寸的地方。太子殿下，您最好看清楚这是什么。
江南盐税13年的流水抵账，每一笔银子的去向，甚至包括您暗中资助西北守将私自招兵买马的密账，全都在这里。您猜，这账册若是烧了，您怎么跟那些等着分赃的官员交代？您又怎么控制那些握有您把柄的边疆大吏？太子的瞳孔剧烈收缩，抬起的手将在半空中硬生生逼停了即将发射的弩箭。他不敢赌，这本底账不仅是他的催命符，更是他控制整个利益集团的命脉。一旦烧毁，他底下的那些官员为了自保，绝对会立刻反咬他一口。沈宁，你到底想要什么？只要你把账册交给姑，姑保你一世荣华富贵。你不是恨裴爵吗？姑可以立刻下旨，将他凌迟处死，给你出气。太子殿下真是好大方，可惜我不信你。更何况这账册我已经送出去了。林相冷笑一声，虚张声势，你一直被困在密室里，哪有机会把账册送出去？你手里拿的就是唯一的一份，是吗？都督大人，时辰应该差不多了吧？谢无咎嘴角的弧度无限扩大，那颗嫣红的泪痣在火光下妖冶的惊人。他慢条斯理地将绣春刀收回刀鞘，抬头看向漆黑的夜空，薄唇轻启3、2、1。话音刚落，相府外突然传来一阵沉闷而整齐的马蹄声，如同闷雷般由远及近，连地面都跟着微微颤动。紧接着，相府内外厚重的朱漆大门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被人用工程木硬生生撞开。正下等报！禁军奉旨捉拿逆贼，闲杂人等一律退下。尖锐的太监嗓音穿透了夜空，无数手持火把、身披重甲的皇家禁军如潮水般涌入相府，瞬间将太子和林相的死尸反包围。明晃晃的长枪如林，直指太子的心窝。皇帝的贴身大太监李公公手捧明黄色的圣旨，在两排禁军的护卫下，面无表情地走到庭院中央。太子踉跄着后退了2步，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李公公，父皇他这是何意？太子殿下得罪了，圣上有旨，太子勾结首辅林相，贪没江南盐税，私造兵甲，意图谋逆，即刻褫夺太子之位，打入宗人府天牢，听候发落。林相及一干党羽全部押入悬剑司诏狱，严加审问。钦旨。林相双腿一软，直接瘫软在地，原本精明的双眼此刻只剩下无尽的绝望。他完了，全完了。太子更是疯了一般冲向谢无咎，双眼赤红。谢无咎，是你在这个时候去向父皇告密，你这个阴险狡诈的小人！谢无咎一把掐住太子的脖子，将他生生提了起来，眼神中透着极度的轻蔑。殿下兵不厌诈，你以为本都督今晚是来偷账册的？不，本都督是来抓贼拿赃的。早在3个时辰前，沈大小姐默写的那份盐税明细摘要就已经摆在圣上的御案上了。圣上只是需要亲眼确认，你到底有没有在相府密谋造反罢了。我看着太子像一条濒死的狗一样在谢无咎手里挣扎，心中冷笑。谢无咎从不把握准备的账，今晚的一切不过是我们演给林相和太子看的一场戏，目的是逼他们动用死士，坐实他们谋逆的罪名。至于我手里的账册，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带走！谢无咎随手将太子扔在地上，冷声下令，禁军如狼似虎地扑上来，将高高在上的太子和权倾朝野的林相套上沉重的枷锁，拖出了相府。相府的火光映红了半个夜空。这场60大寿最终成了林家和东宫的丧钟。尘埃落定后，谢无咎走到我面前，目光深邃地看着我。沈宁，你今晚的表现比我想象的还要疯。都督大人过奖了，物归原主。我的筹码已经交了，接下来就看都督大人的了。谢无咎接过账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引入了夜色中。第二天清晨，京城彻底变天了。废太子的诏书昭告天下，林相一族被抄家灭门。曾经不可一世的利益集团，在谢无咎的铁腕和我的算计下土崩瓦解。我没有理会外面的腥风血雨，而是径直回到了承恩侯府。侯府里死气沉沉，下人们个个战战兢兢。父亲因为林相的倒台，吓得连夜上了一道请罪折子，主动辞去了侯爵之位，闭门思过，企图保全性命。我穿过冷清的庭院，推开了祠堂沉重的大门。姚氏依旧跪在地上，只是这一次他没有再哭喊求饶，他脸色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灰色，嘴唇发紫，身体僵硬地靠在供桌上，眼睛死死地瞪着前方，已经断气多时了。大小姐，他怎么死了？昨晚林相的杀手真的来了？来过了。谢无咎的人虽然守在外面，但我特意吩咐过放一个杀手进来。
一枚沾了见血封喉毒药的毒镖，足以让他在极度的恐惧和痛苦中死去。姚氏以为出卖了林相就能活命，可惜他忘了，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霸占我母亲的嫁妆，逼死人命。前世更是对我的遭遇冷眼旁观。他和裴爵、沈婉、林相一样，都该死。我转过身，走出祠堂，呼吸着清晨冰冷而清新的空气。所有的仇人都已经下了地狱，我母亲的产业也全部回到了我的手里。这偌大的京城，再也没有人能掌控我的命运。3天后，我遣散了侯府的大部分下人，带着半夏和一笔巨额的财富，搬出了那个充满算计和恶心回忆的地方，住进了我在城南新买的一座幽静宅院。入夜，我正坐在暖阁里翻看最新的账本，窗外突然传来一声轻响，我连头都没抬，淡淡的开口：“玄剑司的都督大人，什么时候改行做梁上君子了？”窗户被推开，谢无就带着一身夜露的寒气翻身跃入。他今天没有穿飞鱼服，而是一身月白色的长服，少了几分肃杀，多了一丝慵懒的贵气。他径直走到我面前，毫不客气地端起我桌上的茶盏喝了一口，然后从袖中掏出一份盖着玉玺的明黄文书，放在我面前的账本上。这是什么？皇上的特许文书，江南盐税一案，国库空虚，圣上急需一个有手腕、有财力的人来重整江南商道。本都督向圣上举荐了你。我微微一怔，抬起头看着他。都督大人，这是何意？给我这么大的好处，不怕我尾大不掉？怕？沈宁，本都督从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我只知道，像你这样聪明、狠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如果不把你绑在我身边，我会睡不着觉的。他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耳畔，带着一种极其危险的蛊惑。太子倒了，但朝堂的争斗才刚刚开始，几位皇子蠢蠢欲动，江南的世家大族也绝不会轻易交出嘴里的肥肉。沈宁，做我的同谋，我给你无上的权力和财富，你替我把这天下这盘棋彻底搅翻。我静静地看着他，看着这个如同地狱修罗般危险却又有着致命吸引力的男人。前世我为了一个虚伪的裴爵，折断了自己的羽翼，最终死于非命。重活一世，我本以为报了仇就可以抽身而退，但我发现一旦尝过了将命运握在自己手里的滋味，就再也回不到那种平庸安稳的生活了。我伸出手，一把揪住谢无咎的衣领，将他猛地拉向自己。好啊，不过都督大人可要记住了，我沈宁从来不做别人的棋子，哪怕是你谢无咎的船，如果有一天让我不痛快了，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凿沉。谢无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反客为主，一把扣住我的后腰，将我紧紧贴向他。那就看看，到底是你先凿沉我的船，还是我先彻底掌控你？他低头狠狠地咬住了我的嘴唇，血腥味在两人唇齿间蔓延开来。这不是温存，而是一场势均力敌、至死方休的博弈。窗外，京城的雪停了，但属于我和谢无咎的狂欢才刚刚开始。